Hello， 大家好。曾经成功预测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知名经济学家罗森伯格，最近频频对加拿大房地产泡沫发出警告。他今天表示，最近的种种迹象显示，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的房产市场的压力远比美国次贷危机时更大。罗森伯格在接受采访时说，以他观察的指标来衡量，多伦多和温哥华的房产市场的金融状况已经恶化到让政策制定者严重担忧的地步。几乎从所有的指标来看，加拿大现在的数据都比13年前的美国房产泡沫最严重的时候还要高得多。去年年初，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人们普遍认为疫情可能会打压房价。当时，加拿大住房与贷款公司、6大银行以及众多分析机构都对加拿大房价做了悲观预测。后来因为创纪录的低利率和疫情期间加拿大人对居住空间要求提高，导致加拿大2个最大的房地产市场房价大幅走高。多伦多的平均房价同比上涨 15%，2 月份达到 104.5 万加元。温哥华的平均房价同比上涨近 7%，2 月份达到 108.4 万加元。房价飙升主要是因为很多人相信房价会无期限地保持快速上涨，如果他们现在不赶快买，会永远买不起房子。也就是这种害怕错过的心态，让很多地区的房产市场掀起抢房的竞价战，而且这一波房产狂潮已经蔓延到了非常偏远的地区。多伦多的布兰普顿和奥沙华等郊区的房价涨幅都达到了2位数。因为疫情限制和远程办公，加拿大的房产买家们纷纷到更远的地方找更大的居住空间。在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罗森伯格一直坚定地认为加拿大的房产市场正处于史上最大的泡沫之中。他早在15年前就成功预测了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房产市场崩盘。现在，罗森伯格认为这次加拿大面临的危机更加严重。他说，现在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就像前美联储主席伯克南在2006年对所有人说，别担心，全国房价永远不会下跌。他说，我必须告诉你们，当我在美林证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时，我在2005年和2006年谈论房产泡沫的时候，会议室里的人都笑着把我赶出去了。他警告说，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处于房地产泡沫中，而且这个泡沫一定会破裂。因为虽然现在最低利率帮助支撑房地产市场，但房价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基本面的水平。尽管如此，罗森伯格还是不愿意预测泡沫具体破裂的时间。自疫情开始以来，加拿大央行一直在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利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低水平。这等于告诉购房者，央行将尽一切可能保持房地产繁荣。但最近，加拿大5年期债券的收益率一直在稳步上升，目前已经达到了2020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6大银行纷纷上调固定抵押贷款利率，部分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放缓。罗森伯格认为，住宅市场的任何下跌都可能对经济造成可怕的后果。他警告称，房价大跌可能令加拿大经济陷入衰退，因为住宅地产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太高了。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和加拿大住房与抵押贷款公司首席执行官埃文都表示，他们对加拿大住房市场的过热感到担忧。大多数批评人士认为，加拿大在疫情爆发之初推出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过度刺激了经济。随着房地产市场达到高潮，一些经济学家担心某些住房地产市场处于泡沫之中。他们最担心的是加拿大人利用低利率进入房产市场。如果利率长期保持在低位，房产游戏可能还能继续。一旦利率开始上升，很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抵押贷款违约潮，最终导致房产市场崩溃。最近，尽管加拿大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等利益相关机构高调发布了更具煽动力的市场预测，但国家银行综合房价指数显示，2月份的房价指数已经是连续3个月有一个或多个市场与上月相比有所下降。这表明加拿大的房产市场正在放缓之中，越来越多的买家已经清醒。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媒体甚至发布了今年房价还要涨 30% 到 50% 的文章，意图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高位接盘。无论从哪个角度，现在都不是入场的好时机，请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